思乡，泪断剑眼情多长，有多痛无思想，忘了你哦。孤单魂随风荡，谁去逍遥痴情郎？这红尘的战场，千军万马，有谁能称王？多情关，谁敢闯？望明月，心悲凉，千古恨，轮回长，眼一闭，谁最狂妄？这世道的无常，注定敢爱的人一生伤。这是巨子的决定，不是天明的错。别生气了，天明，别碰我！我就碰你，怎样？你放开我！我偏不放。你放开！天明，就在刚才，我们墨家的众位统领决定要来一次集体表决。表决的结果将决定你是否可以继续担任统领我们墨家的巨子一职。天明，你了解了吗？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生气，但是这件事情关系到整个墨家的存亡，希望你能够原谅大家。还是解开他的穴道吧。我看这样比较好，是不是？天明，好乖啊！大师，请吧。命非天定，运从明志，墨门天制之法正式启动。同意现任巨子继续留任的，请站到左边的正方，表示赞同；而认为现任巨子不适合再担当此重任的，请站到右边的反方，表示反对。每个墨家统领代表一票，必须参与表决，不可以弃权。开始吧。小智，你……嘿嘿，我也不知是怎么了，这脚底一滑就溜到这边来了。我还是不想违背老巨子的遗愿。现在是墨家生死存亡的危难之际，可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前任巨子的遗愿和整个墨家的存亡，老夫当然是以后者为重。现在正方反方是1对1。大铁锤，该你了。大铁锤的命是巨子救回来的。往日他讲的话，大铁锤绝不会说半个不字。但是我更清楚，他这么多年一直在对抗嬴政这个暴君。如果墨家想要赢得这场战争，就不能任由这个小孩来带领我们。
我不得不这么做。巨子，不要怪罪我。现在是1人赞成，2人反对。雪女，该你了。大师，你也真是的，让我先选，莫非是怕我会被小高的决定左右，没有了自己的主张？这是关乎墨家生死的大事，老头子我也不得不慎重再慎重啊。天明，还记得你刚到机关城的第1天，我对你说过些什么吗？我说过，你要是左手使坏，就砍左手；右手使坏，就砍右手。如果心里面想坏点子，就把你的心挖出来。这些话你最好记在心里。我说到做到，即便你身为巨子，也绝不手下留情。大师，我选好了。虽然我仍然不知道巨子选择天明的理由，但是我决定相信他的判断。哟，难得我们之间也会有共同观点啊！这说明你比以前有品位了。2人赞成，2人反对。现在还剩下小高和老头子我2个人。我看，这样吧，为了绝对的公平起见，我和小高同时开始表决。小高，你准备好了吗2位，老徐，怎么？希望你们在决定之前，心里再问问自己，以天明这个孩子的能力，率领我们墨家的抗秦大业，究竟能有几分胜算？这个嘛，可以说是毫无胜算。开始。小高，现在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没想到啊，想不到，我还以为你们几个一定全都是反对天明当巨子的。小高，我知道巨子在你心目中的地位。我并非是为了放不下巨子的遗愿，才做出这个选择。那你以前曾经有一个人教会我一件事，要学会去相信一些看似不可能的事。当你真的相信的时候，或许没有事情是不可能的。或许，我们现在又有多少机会去尝试这样的或许？怎么会变成这样啊？现在的表决结果是3人赞成，3人反对。这个，哎呀，天明这小子怎么不见了？大叔，我不想待在这里。我们走吧。就像以前那样，我跟着大叔流浪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再也不回来了。天明能够自行冲开被封住的穴道，应该是凭借巨子传授的深厚内功。这个小鬼，这么重要的时候，他居然自己先跑了。这就是我们的巨子吗？这家伙，既然他本人都已经放弃了，那么
你在害怕吗，天明？我有什么好怕的？那你还记得你承诺过巨子的3件事吗？记得。是哪3件事？要做一个勇敢正直的大侠。一定要找到月儿，救出她。还有呢？去帮助天底下千千万万像月儿一样被坏人欺负的人。那你不打算去实践这3个承诺了吗？墨家的那些人根本看不起我，他们都讨厌我，说了我很多坏话，还搞什么表决，不让我继续当巨子。其实我本来也没有要当什么巨子啊，是巨子老大说要让我当，我又不稀罕。我和大叔自由自在的，谁在乎和他们在一起？那你是为了可以当墨家巨子，才答应一定要救出月儿的吗？当然不是。那帮助其他受苦的人呢？不是。做一个勇敢正直的大侠呢？交换条件就是必须要做巨子吗？如果不给你当墨家巨子，这些事情你都不愿意做了，是不是？天明，看那里，你知道那是什么星？1、2、3、4、5、6、7，我记得那是北斗星。你们都在等我吗？我知道你们一定都盼着我被吓得逃走，再也不敢回来了吧？这小子又要耍什么花样？很对不住，要让你们失望了，因为“逃跑”这2个字在我的头脑里是不存在的。在你脑袋里本来也没有几个字。那你也好不到哪里去。大个子，你知不知道你在和谁说话？听听他要说什么。也许明天以后，我和墨家就没有什么关系了，所以有些话我现在一定要说。如果有这样一个人，他是剑圣的唯一传人，还闯过了危险重重的墨家禁地，得到了至尊武器飞弓，驾驶着白虎打败了红叔家的坏老头，又潜入到水底打开了玄武开关，与魏庄1对1动手都没有受一点点伤。这小子到底想说什么？这个人还是楚国项氏一族少羽的大哥。他被心狠手辣的雪女点穴后会自动解开。能够做到这些事情的人，你们会不会对他很佩服、很敬仰呢？嘿，你说的这个人好像就是你自己嘛。那为什么我做到了这些，你们却还是这样看不起我？你说呀，大个子，说心里话，你对我做的这些事情，难道没有那么一丁点佩服吗？你怎么不说话？你做的这些事情，我自然有那么一丁点佩服，但是让你来领导我们墨家，这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回事儿。好了，别笑了，小子，有话快说。你以为我就这么想当这个巨子吗？你不想吗？救出月儿，帮助天下千千万万被嬴政、魏庄欺负的人，这些事情我都会去做的。就像你们每个人，就算巨子老大不对你们说，你们都一样会去做。这些事情我是想做，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你们每个人的武功都比我高，江湖阅历都比我丰富，墨家这么多人都在努力，为什么就不能也算我一个呢？
他现在一定又害怕又孤独。天明，什么事啊？根据刚才墨家众位头领表决的结果，3人反对，3人赞成。反对者人数没有超过1半，所以关于罢免现任巨子的提议无法通过，反对不成立。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你还是墨家的巨子。但现在也还是啊，你自己不能说不要做的。为什么你们可以让我不要做，但是我自己就不可以说不做呀？这没办法，墨家的规定就是这样的。这也太没天理了吧！这是祖师爷留下来的规定，你有什么意见？上路了！小子，听说你还是墨家巨子？你不服气吗？没想到你小子当这个巨子居然能超过1天，真是鬼神保佑，简直是奇迹呀！奇迹，那是我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小子还没睡醒啊？好困呐！老许呀，事情已经决定了，别多想了。你放心，天志的结果就是大家共同的心意，相信所有墨家弟子都明白这一点。我突然发现了一件事情。什么事？像天明这样的小鬼，按照常理推断，在昨天的表决中，他应该1票也得不到，而他居然获得了3票的支持，这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大叔，我们去哪里？东方。东方，我们来啦！傻瓜，东方不是一个地名啊！我开始有点理解巨子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了。他是希望我们能够明白一个道理。什么道理？之前我们都认为墨家的安危将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巨子是怎样的一个人。事实上，墨家的目标原本就不是靠某一个人能够独立完成的。对于我们这几个统领来说，如果把天明培养成巨子都那么困难，那么这个目标或许永远没有实现的可能，除非我们能够齐心协力，而不是仅仅依靠巨子一个人的力量。明白了，放心吧，巨子。看来，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下一个目标是东方的齐鲁之地，大人已经调动罗网配合你一起行动。
我一向单独行动，不需要人配合。这是相国大人的命令。你，我一向不接受命令。